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今集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美國買車嘅流程。畢竟啦，買車咧都係各位喺移民嘅過程之中一樣都比較重要嘅嘢嚇。例如去到 Toyota 嘅乜乜或者 Chevrolet 嘅乜乜等等佢嘅議價嘅過程啊。點樣去得到一個比較合理少少嘅價錢咧，同埋去借錢嘅時候唔會咁高嘅利率咧？又究竟喺啲乜人之前唔能夠講啲乜嘢，能夠講啲乜嘢咧？亦都會講一講買車同埋你達到財務自由嘅關係㗎。咁進入正題之前啦，先喺度花1分鐘嘅時間講一講近來嘅兩件事啊。拜登政府喺上個月嘅26號宣布延長港人喺美國 DD 嘅政策2年啦。佢指出，向被奪走自由嘅香港人提供避風港，可以促進美國喺亞太地區嘅利益。而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就話啦，美方為外逃嘅反中亂港分子提供避風港，充分暴露咗美國唯恐香港不亂嘅險惡用心啊！咁呢個政策啦，除咗包括原來21年8月之前已經留咗喺美國嘅香港人咧，亦都係包埋之後先嚟到香港人。如果你喺今年嘅1月26號嗰一日喺美國，又之後冇翻到香港嘅話咧，你就會得到呢個嘅資格，亦都會擁有就業嘅機會。另外啦，上一個月發生嘅槍擊案實在非常之不幸啊！特別啦，我都知道有好多嘅網友都係住喺嗰度嘅附近。Tommy 喺呢一度咧，只係希望各位可以多啲嘅關心身邊嘅人。畢竟啦，住喺城市嘅我哋咧，生活壓力都非常之大啊！都希望受傷嘅朋友咧係快啲康復啦。喺美國住咗咁多年啦，其實呢一種事咧，只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要作出改變啦，就好似之前同大家講過啦，美國擁槍權嘅討論一樣，需要大家平心靜氣嘅回復理性，坐低落嚟慢慢傾。但係喺呢度之前啦無辜生命嘅流失或許就係我哋呢個民主社會入邊無可奈何必經嘅階段。好啦，我哋翻到正題啊。喺美國買車究竟有啲咩嘅地方係需要大家去注意嘅咧？首先啦，買車同買樓去旅行、去結婚都好，都係一啲直接影響到我哋財務根基嘅一個重大決定嚟㗎。所以咧就非常之需要大家去慎重考慮㗎。喺財務自由運動入邊啦，有好多嘅規則。有一條關於買車嘅法則叫做20-40-10嘅法則，亦即係話啦，如果你係要買一架車，你就必須先要有超過2成嘅首期，你嘅貸款嘅期限唔能夠超過4年，同埋有好多人都達唔到㗎，就係花喺汽車上面嘅費用咧係唔能夠超過你收入嘅1成㗎。換句話說啦，如果你嘅年收入有10萬嘅，咁你每一個月花喺汽車上面嘅開支包括咗你話汽油啦、保險啦、維修啦、洗車啦、泊車啦等等，都唔能夠超過833蚊。咁所以咧假設你呢啲所有加埋埋咧都已經用咗你400蚊嘅話咧，咁剩翻落嚟咧就淨係得400零蚊咧係可以俾你去供車啦或者租車嘅啫。咁所以咧你要符合呢個規定咧，可以揀到嘅車就真係唔係好多啊。可能就係 Toyota 嘅 Camry 啦、Corolla 啦、Honda 嘅 Civic 啦或者係 Accord。咁當然啦，呢度對於一啲係冇必要去提早退休嘅朋友咧並唔係一個咁硬邦邦嘅規定嚟嘅。睇翻你自己嘅實際情況而定啦。不過咧，而家喺美國一個好普遍亦都好悲慘嘅事實啦。咁就係經過上一年啦個半導體嘅短缺車價飆升，有好多人喺高峰嘅時候買咗車，而家到換車嘅時候卻發現咧自己係變成負資產。當然啦，呢種嘅情況應該就唔會發生喺各位身上嘅。但係各位嘅家長又想自己嘅仔女從細嘅培養出啲乜嘢嘅財務習慣呢？無論如何啦，買車去邊度買咧？我諗最好嘅當然就係你如果有一啲認識嘅朋友，你好清楚嘅背景嘅，佢揸車嘅習慣，大家公平交易，又可以省卻中間人嘅費用，最好啦。如果你想知道你架車嗰個公平嘅價值嘅話咧，可以上翻去 Kelley Blue Book，即係 KBB.com 啦，輸入翻你嗰個汽車嘅狀況，價錢咧就會一目了然噶啦。除此之外啦，有好多人都會揀去 CarMax 或者 Carvana 之類嘅車行去買車。貪嗰啲嘅地方係明碼實價啦，你就唔使去花時間花精力同啲嘅銷售人員去講價。又或者啦，可能你係某個品牌嘅電動汽車嘅小粉紅，你深信不疑嘅以為呢一間嘅公司冇咗 dealership 喺中間做中間人冇咗呢個議價過程，所以啲車咧就一定係會平靚正嘅。
而最後一個選擇啦，咁就係一啲嘅傳統嘅車行。正如大家所知啦，入邊嘅人咧，全部都唔係省油嘅燈，佢哋通通都係湯慣人水魚嘅人。咁但係並唔代表呢啲嘅車行嘅價錢咧就會比 CarMax 或者 Carvana 貴㗎，因為呢啲嘅車行容許有議價嘅過程，咁就總係會有一部分嘅人啊俾人湯多少少，但卻有一部分嘅人卻可以安然無恙嘅行翻出嚟。咁呢一度咧就係我哋今集要講嘅重點啊！咁喺買車之前咧，希望大家去做少少功課嘅。如果你要買嘅唔係新車啦，最重要嘅就係要睇一睇嗰個車嘅 title 啊，即係產權證。特別啦，而家呢個咁嘅時勢啊，網上邊嘅平台有啲人去墮入騙案咧，並唔係話啲咩嘅新鮮事，你就必須要確定啊賣車俾你嗰個人係咪嗰個車主啊。而除此之外啦，如果一架車去經過嚴重嘅碰撞，又或者一啲唔同嘅天然災害啦，之後再經過維修，佢嘅產權證咧就會變成一個叫 salvage 嘅 title。咁通常咧喺網上嘅二手平台去買車啊，例如 Facebook Marketplace 啊或者 Craigslist 咧呢啲都係非常之常見噶。好似咧我之前咧咪同大家講過，我揸過一架嘅前七啦，佢係一個96年嘅 Corolla，唔使1000蚊買翻嚟嘅，咁我亦都揸咗好多年啊。佢係的而且確係大撞過噶，咁但係揸上嚟咧其實係冇問題嘅，亦都分唔出噶。不過啦，如果你係對架車係冇乜認識嘅話，又或者你買架車翻嚟係有啲價值嘅，唔係好似我啲咁嘅前七咧，畢竟你就唔知道佢喺邊個地方撞過啦，點樣去整啦，就可免則免啦。仲有啦，其實每一個州咧，佢對大狀嘅定義都有少少唔同噶，以及每一個州嘅記錄咧，可能係會同另外一個州唔同啊。有啲不法商人咧，係可能係會將一啲嘅車運去另外一個州當做 clean title 去出售噶。咁所以咧，大家就應該係喺 Carfax 等等嘅網站上邊咧，去睇一睇呢架車之前嘅記錄。好似啦，大家喺 dealership 嘅網站上面見到架車，咁佢通常咧都會列埋嗰架車嗰個嘅 VIN 一個嘅號碼噶，咁你就可以查到嗰架車之前佢維修嘅情況噶啦。當然啦，就唔係話所有嘅事咧佢都會有記錄噶。而就算一架車佢真係經過一個嘅好猛烈嘅撞擊都好，但係如果佢上一手嘅車主係從來都冇上報過嘅話咧，基本上咧你係冇方法去了解呢架車嘅歷史噶。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有需要嘅話咧，可以喺買車之前請一個有經驗嘅人同你做翻一個 pre-purchase 嘅 inspection。其中一間公司咧就叫 Lemon Squad。因為咧其實喺美國咧有問題嘅車咧，我哋都叫佢做 Lemon 噶。呢個嘅報告咧就會列出呢架車有嘅問題啦。好俾你自己啦去評估一下呢架車究竟佢個價錢合唔合理啊。而其餘嘅資料搜集咧，就希望大家要去了解一下究竟嗰架車大概係咩價錢合理咧。啱啱提到過嘅Kelley Blue Book 啦，或者有 Edmunds 之類啦。咁你入到去咧，你打入翻嗰架車嘅狀態咧，就可以得到一個大概少少嘅價錢。然後第二啦，如果你係需要一個嘅汽車貸款嘅話啦，預先喺銀行或者喺一個 credit union 咧，去申請翻一個類似你去買樓啦，咁你去要去攞個貸款一個免費嘅 pre-approval 啊。上面咧就會寫清楚你要買嘅車嘅嗰個價值啦，同埋你嘅年利率。咁呢一個咧係喺我哋一陣間講到去買車去講價嘅時候咧，非常非常重要噶。咁我哋一陣再講下。如果啦你有需要買翻其他汽車相關嘅服務嘅，例如一個叫 Gap Insurance，即係話啦，如果你咁唔好彩將架車完全total 咗啦，即係報廢咗啦，保險公司咧係會賠翻一個等值啦或者更好嘅一個意思啊。咁呢件事咧，其實發生嘅比率咧係比大家想象之中更多噶。有啲人咧啱買到個新車啦，咁又唔識點樣揸啦，咁一出個 lot 咧就即刻撞咗，真係好唔出奇嘅呢件事。同埋一啲嘅所謂 extended warranty 啦、maintenance plan 同埋一啲 road hazard，即係話啦，之後可能你嘅車有啲嘅維修保養啦，甚至你換油啦、補胎之類啊。咁呢啲通通嘅服務咧，其實你係唔一定要同車行去買噶，你係可以咧事先咧係去研究一下喺其他地方去買呢啲嘅服務嘅價錢，好讓你之後咧就作出一個嘅比較噶。然後啦，如果你係知道你去買嗰間車行啦，或者嗰間車廠咧，係會有一啲嘅唔同嘅優惠啊，例如你係某某公司嘅某某組織嘅會員啦，又或者你可能啱啱畢業嘅你某某嘅行業嘅，咁可能佢哋都係會有一啲嘅特別嘅優惠噶。咁呢啲咧都係要你預先去申請噶。
然後咧，最後啦，咁啊視乎翻你嘅情況啦，住嘅地區啦，咁可能咧就你可以係預先嘅同你嗰間車行去喺網上邊或者去打電話過去問一問嗰個嘅價錢，預先去講好價，咁啊就省卻咗喺你嘅車行嘅時間㗎。而當你去到車行嘅時候咧，其實通常你會見到3個人嘅。咁第一啦，咁啊當然就係向你介紹架車啊，同埋同你去試車嘅嗰個經紀啦。第二啦，咁就係呢個經紀背後嘅銷售經理，同埋最後啊，同你去講一講你個貸款嘅嗰個情況嘅財務經理啊。咁啊，大家要記住，呢3個人咧，只係你交易嘅對象，佢哋並唔係你嘅屋企人啊，並唔係你嘅朋友，你冇必要將你屋企生活狀況啊，你着咩底褲啊，着咩底衫同佢講噶。咁啊，呢一個咧，除咗係對你毫無幫助之外咧，你亦都唔會得到一個更好嘅價格。其中包括住你嘅語言嘅能力啦，你嘅新移民嘅狀態。如果你啱啱嚟到外國嘅話，咁喺老華僑身上咧，應該會聽過一句説話，一句至理嘅名言啊，叫做糖水滾糖魚。佢嘅原意就係話一個池塘入邊喺度翻滾嘅魚咧，都係喺呢個池塘住嘅魚，亦即係話啦，你永遠都係淨係同你自己族群嘅人去交流。換成今日嘅説話啦，就係即係話永遠都係同一個同溫層嘅人去生活。而老華僑咧，將呢度嘅池塘嘅塘呢個字咧，改成為唐人嘅唐，意思就即係話啦嚇，因為唐人語言不通啊，同埋彼此嘅情感依賴咧，通常咧淨係會俾其他唐人有所欺騙嘅啫，所謂唔熟唔識。咁呢種情況咧，其實喺老華人嘅社會係經常出現嘅。咁特別啦，啲老人家去到茶樓飲茶啊，去公園去晨運啊，同啲街坊去傾下偈。然後就識咗乜乜物物啊，啲咩同鄉啊，咩裝修師傅啊，乜嘢咩地方啊，相傳幾百年嘅中醫啊，去賣保健品啊，當然就唔少得啲賣保險啊、賣車啊、賣樓噶啦。咁啊，可能你啱啱嚟到啊，冇車代步好唔方便，所以就急住去買車。然後你嘅好朋友就介紹你去某某車行去揾某某經紀。就算個價錢都唔係好啱噶啦，但係你又因為你唔想落你個朋友個面啦，又覺得唔好意思嘅係咪先？咁啊，所以就影響咗你最終買車嘅呢個嘅決定。換成喺今日啦，你話香港人移民到去外國係有住一啲嘅政治背景，亦都會演變出一啲扮成你嘅同路人去做翻相同嘅事。Tommy 喺呢一度咧，淨係希望大家唔好咁輕易嘅俾人去情感綁架啫。而喺美國呢種嘅地方咧，其實所有人咧都好現實噶。咁當然咧，呢一個咧亦都係呢一個嘅國家嘅民主能夠屹立不倒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你可以唔好意思你可以對唔住噶，而呢一個人咧就係你自己啊，亦都只有你自己。咁當然啦，我絕對唔會話有啲嘅人可能佢真係好真心嘅係嘛，可能佢真係好有經驗嘅係嘛。咁但係有好多事啦有得揀先係老闆啊嘛。同樣道理噶，唔好咁輕易嘅同你個經紀講我會用現金去俾錢啊，又或者我係新移民所以冇信用啊。好多人咧都會以為咪同買樓一樣咯，係嘛？我用現金去俾錢應該更加好啩？呢個嘅邏輯絕對係錯噶。你係先係要明究竟車行佢係點樣賺錢噶？車行嘅利潤分為3種，第一去賣車嘅利潤啦，第二去賣唔同嘅產品呢度包括住財務啦、保險嘅利潤。同埋第三幫啲嘅車去維修保養嘅利潤啊，賣車所賺到嘅利潤咧，其實係佔車行一個非常非常少嘅比例噶。相對地啦，佢去賣一啲嘅財務嘅產品一啲嘅保險嘅產品，佢得到嘅利潤咧就更加豐厚噶。通常車行背後咧都會有唔同嘅銀行幫佢去貸款，而呢一啲嘅銀行喺完成貸款交易之後咧，都會有一定金額嘅回佣俾翻車行。而如果車行可以喺一個顧客身上收取嘅利率係比銀行提出嘅更高嘅話咧，就例如譬如銀行佢嘅底線係所謂嘅 buy rate 係5厘嘅話，而車行能夠成功嘅向個客sell 到成7厘嘅話，中間升咗嘅呢2厘嘅差額咧，亦即係話喺你身上得到嘅利潤咧，車行係可以同銀行對分噶。咁所以啦，如果你一開始就同佢講我要俾現金嘅話，車行明知喺你身上係刮少一筆，好明顯地喺車價上邊咧，可以大家講價嘅空間就會更加細啦。咁所以啦，就算你話我真係好想要用現金俾嘅但係一開始你對住嗰個銷售經紀嘅時候，你都要學識知唔以對都係應該係要借錢㗎，邊有咁多錢係咪先？反正絕大部分美國人咧除咗你哋呢一班啱啱移民嘅外國人之外咧，
邊個會有咁大筆錢可以擺喺銀行即刻可以買到一架車㗎啦？好啦，咁我假設啦，你啱啱同嗰個 sales 就去試完車啦，你好中意架車啊，你中意啲 function 啦，中意嘅顏色啊，咁啊你就會正式嘅進入去講價嘅程序啦。咁啊，我唔知你講價嘅風格係點啦嚇，咁但係記住一樣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咁就係咧同嗰個嘅銷售經紀去講價嘅過程之中，只有一樣嘢，只有一個價錢你係在乎㗎，咁就係嗰個出門價 out the door price。你唔好同我講呢架車嘅 MSRP 係幾多？你唔好同我講你有咩嘅優惠，而家好正好正要買一架車。你唔好同我講你有啲咩嘅費用，你一定要收我嘅。你唔好同我講有啲咩嘅稅政府收嘅。你唔好問我每一個月嘅預算。你唔好問我需要啲咩嘅特殊嘅服務。亦都唔好問我會唔會將我嘅舊車攞嚟 trade in 因為我只係在乎你能夠將架車賣俾我，我出門口嘅時候我要俾嘅價錢。你嘅目標就係要將呢個出門價降到去一個你心目中既係你心目中能夠接受嘅水平，亦都能夠符合翻當時市場嘅價格。要達到呢個嘅目標，Tommy 就諗到有3個方法。咁我用喺大家喺香港嗰啲街市去講價過程去解釋一下。例如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比較遠嘅一個大街市咧，佢買嘅滷水雞翼咧就係10蚊5隻港幣咁好耐之前啦，係嘛？但係我自己住嘅嗰度附近咧就有一間細街市，因為佢係獨市經營啦嚇，佢就賣到4蚊一隻雞翼。貨比三家之後，你就會知道啦，你要提出嘅第一口還價係落咗喺邊一個位置。喺呢個情況啦，嗰隻雞翼嘅價值就當然就介乎喺2蚊到4蚊之間啦。視乎翻市場嘅環境，你就唔能夠過分嘅進取嘅。因為換嚟嘅咧就只有嗰個店主嘅冷言冷語啦嚇，認為你根本就喺度嘥緊佢時間但係相反嘅，你都唔能夠過分嘅保守，否則嘅話咧你就揾唔到你想要嘅結果噶啦。另外究竟架車係喺個車行放咗幾耐？亦即係話啦呢隻雞翼究竟放咗幾耐咧係嘛？如果你7、8點去買雞翼或者去買麵包啦係嘛？咁你個議價空間係咪會比朝頭早更加大咧？同樣嘅，如果你架車係放咗喺車行成3、5、7個月噶啦，你講價空間好明顯就係比如果佢啱啱落地嘅車更加大啦。特別啦，其實一個大型嘅車行佢嘅存貨咧，通常都係同車廠去租噶。每日佢放喺個車行入邊咧，都係有一定嘅機會成本。擺得越耐咧，嗰個車行就會更有動機想架車快啲去賣出去噶。而要了解呢架車究竟放咗喺度有幾耐咧，有好多方法嘅。例如新車嘅話啦，你可以睇一睇呢架車嘅 Carfax 嘅報告啦。又或者咧，你可以打開呢架車司機位隔離嗰道門咧，上面咧都會有寫住架車嘅生產日期，咁你可以大概估到佢放咗喺度幾耐㗎。而最後啦，就係嗰個市場嘅趨勢啊。咁當然咧，我諗雞翼咧就應該幾時都咁多人買㗎啦嚇。咁但係車咧就應該比較容易了解啊。咁間車行將架車租借翻嚟去賣，又或者呢個二手嘅車行去呢個市場度去競投呢個舊車翻嚟，佢都有預計過之後嗰個後市嗰個嘅趨勢㗎。如果佢哋最後估錯咗嘅話，佢見到個市場係掉頭向下跌嘅話，佢哋絕對係有一個嘅誘因係盡快將佢嗰架車行嘅車賣晒出去㗎。而講翻轉頭啦，其實雖然大家都覺得啲車行好邪惡啦，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一盤生意嚟嘅，咁都可能有賺蝕嘅風險㗎嘛。而整個講價嘅過程唔好 expect 係會漂亮喎，銷售經紀通常都會七情上面，佢講得出嘅大話同埋藉口，可能比一個出軌嘅另一半更加多，大家亦都會花上好一段嘅時間。但當雙方都付出咗一定嘅時間成本，達到去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出門價，就只係時間嘅問題。而最後啦，達到一個雙方都合理嘅出門價，你又簽咗個名㗎啦。如果你有一架舊車需要 trade in 嘅話咧，就喺呢一刻提出嚟。同樣嘅，如果有任何一啲嘅會員嘅優惠啦，之前有啲係車廠提供俾你呢個嘅現金券嘅之類啦，亦都係喺呢一刻提出嚟。記住點解要呢一刻先講咧？係因為如果你之前講出嚟咧，係會俾個經紀去有所利用，而影響到最終大家可以達到個出門價㗎。而有關於汽車貸款嘅細節啦，你係完全唔需要同呢個嘅銷售經紀去討論㗎。甚或至你喺達到出門價之前咧，你都唔應該隨便嘅去提供你個人嘅信用記錄㗎，因為根本你哋都達唔到一個雙方可以接受嘅水平，你亦都未去決定究竟買唔買架車，你提供俾佢信用記錄究竟有咩用咧？就好似咧啱啱我哋講到去擺雞翼，
根本我哋連雞翼嘅價錢都未講好，個店主又同你講要拍定八達通先，根本就對雙方係冇好處噶。而如果佢真係咁執意喺你講好價錢之前咧，就要你去 check 你嘅 credit 咧，你可以馬上離開。反正呢個世界咧並唔係得一間車行嘅啫。今晚我達唔到我心中嘅水平咧，我食唔到雞翼，咪下一晚再食咯。有好多人喺買車嘅時候有好多多餘嘅個人情感，又覺得嗰隻車好特別啊，嗰個顏色，佢個配套好特別啊，我今日唔買咧，對唔住我自己啊。咁呢一個咧就問翻你自己啦。咁但係對於 Tommy 嚟講咧，就所有街市賣嘅雞翼咧都係差唔多味道嘅啫。仲有啦，如果你有任何想揀一啲嘅額外嘅服務啦，一啲嘅保養嘅計劃啦，請你留翻喺同財務經理去講嘢嘅時候再討論，因為銷售經紀咧通常俾你嗰個嘅價錢咧都係比較高噶。然後之後啦，咁你就攞住呢個嘅 out the door price 咧，就會嚟到財務經理嘅房入邊啦。通常呢間房咧係同頭先我哋嗰間咧好唔同嘅，頭先嗰間咧係好開揚嘅，通常你望到出邊啲車噶。呢一間咧就會比較封閉啦，通常喺後邊咧，你睇唔到出邊噶，有一種少少壓迫嘅感覺噶。咁你一坐落嚟咧，佢通常就會俾到一張餐牌你睇，咁就會列明啦你要買嘅服務嘅唔同嘅收費。咁你就會見到有維修啦，有保養計劃啦，啲嘅 gap insurance 啦，一啲去保養架車嘅油漆大家都知道幾咁矜貴嘅，而家呢啲車啲嘅防盜系統等等啦。同大家食飯可能見到嘅餐牌都係差唔多噶，有頭盤、正餐、飲品、甜品之類。視乎翻你自己需唔需要啦呢啲嘅服務咧，你係可以自由選擇噶，亦都唔需要一定係要揀嘅。不過喺揀之前咧，就先要問清楚嘅財務經理，你嘅利率同埋你嘅每個月嘅基本供款係幾多啊？咁啱啱喺同銷售經紀討論嘅過程之中，我哋講最重要嘅就係嗰個嘅出門價啦。而家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嗰個嘅利率啊。咁假設啦，佢同你講佢哋嘅利率係7.99厘嘅。咁你之前係做過功課噶嘛？咁你知道你可能你相熟嘅嗰間 credit union 佢提供到嘅利率係幾多噶嘛？例如而家有一間喺呢度係做緊4.74厘嘅。咁呢度你就可以提出啦，喂，佢哋仲好過你哋啦。你7.99厘咁高。咁正常情況咧，佢都會扮到去後邊同問下老闆嘅意見㗎。如果佢翻嚟佢話做唔到嘅話，咁你咪大條道理翻去你嘅銀行去做嗰邊做貸款咯。希望大家明白你喺車行同佢做貸款，同你去銀行做貸款咧，其實係冇分別噶。反而你去銀行做貸款，起碼咧你就會幫到去同呢個銀行建立好一個嘅一定嘅互信啦。將來你可能喺同一間銀行你去做其他嘅貸款咧，係會對你更加好噶。無論如何啦，究竟佢必唔必到個 rate 都好啦。你就可以翻嚟睇翻嗰個餐牌，視乎翻你需要嘅選擇啦。同樣地噶，呢度所有嘅價錢都係可以傾噶。你嚟買車之前，你有睇過第三方提供相關嘅保險同埋服務嘅收費噶嘛？你可以照板煮碗嘅，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收翻可能一樣或者更好嘅收費咯。可以嘅話咪好咯，唔可以嘅話咪過住咯。亦都係要了解一下每一行嘅保養嘅服務究竟咩係包嘅咧，咩係唔包嘅咧？否則將來 touch wood 嘅真係要用嘅話，先發現原來唔包嘅，咁就好鬼麻煩啦，係咪？而如無意外啦，最後你架車嘅議價嘅過程咧就會順利完成噶啦。然後你買完架車咧，仲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噶，咁就係睇一睇出邊汽車貸款，如果你攞嚟重新貸款嘅利率係幾多咧？特別如果呢個市嗰個嘅利率係向下跌嘅，又或者有啲嘅銀行做一個嘅開戶嘅獎勵都可能有一啲嘅一定嘅優惠噶。而啱啱 Tommy 咪講到，如果你喺車行度做貸款，嗰個車行係可以喺銀行度攞到一定嘅回扣嘅。如果你喺攞到呢個汽車貸款之後嘅幾個月之內咧，就攞嚟做重貸嘅話咧，嗰個車行咧係要嘔翻個回扣俾間銀行噶，亦即係話啦，佢喺你身上咧又賺少一筆啦。咁但係呢個係咪我哋嘅問題咧？特別大家住緊嘅加州咧，係非常重視保護消費者權益噶，絕對冇話啲咩嘅時候之內咧唔能夠做重貸，所以大家唔好俾一啲別有用心嘅車行有所蒙騙啊！我知道今集都非常之長啊，不過咧喺美國買車去講價咧，都係一個非常難得嘅人生經歷。買到買唔到都好視乎究竟係買家想買多啲啊，定係賣家想賣多啲。
咁網上邊都有好多嘅 YouTube 片啦，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喺車行入邊買車嘅經過。咁下邊咧我都放咗一段都非常之有用嘅模擬片段嘅連結啊嚇，咁都建議大家買車之前睇一睇啦嚇，咁啊好俾自己有個心理嘅準備。而今集咧我都冇講到啊，如果你想lease一架車啊，有啲咩嘅要注意嘅地方咧，咁啊可能有啲嘅網友可能會唔係好明，究竟買車同 lease 車有咩分別係嘛？畢竟咧，其實我呢兩架電車都係租翻嚟㗎啦。咁啊，有機會嘅話，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下我自己嘅經歷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啲乜嘢係買車方面嘅經歷係好奇特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有嘅話咧，就喺下邊留個言同大家分享下啦。都希望你中意呢段嘅影片咧，都可以 like 同埋去分享啦。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